結果一來這裡，溫度就整個大降。彩色的房屋與紅瓦屋頂，下雨天就這麼好看，大晴天的話應該會美到不想離開這裡吧。這座城市的守護神龍，居然是從希臘神話裡偷過來的。雷雪倫廣場，超搶眼的粉色教堂為主角，由3重橋接連到河的另一端。應該是不會進，很多樓梯。我就想說，我們是不是做了什麼違法的事情？因為我們沒有買票。Hello。這次我們出國的方式其實有點不一樣，不是搭飛機，而是從我們住的意大利城市 Treviso 直接搭上這台小巴士出發，一路前往斯洛維尼亞的首都，車程大約2個半小時。而且這間公司在不同城市也都有發車，一天大概有4班左右。如果你剛好在這些地點，其實可以考慮用這種方式移動看看，因為如果選擇搭飛機，從機場到市中心通常還要再花半個小時左右的車程。但這種小巴士是直接把你送到市中心的巴士總站，價格通常比機票便宜，整體花的時間其實也差不多，甚至更省事。所以這一趟我們就先幫大家實際體驗看看這一種有一點特別的出國方式。我們準時在2個半小時後抵達斯洛維尼亞的首都盧布利安娜。我們剛剛下車了，現在要先去旅館放我們的包包。今天的天氣非常的差，目前现在下着一個蠻大的雨，而且超級冷。今天的最高溫只有6、7度，現在整個有點要發抖的感覺。我們在意大利要訂票的時候呢，其實那時候溫度已經回暖到15、20，有時候還可以到23、24。結果一來這裡，溫度就整個大降。雖然當天的天氣又冷又濕，但也沒有辦法澆熄我們想要探索這個可愛首都的熱情。我們入住的旅館就在盧布利安尼察河旁，可以說是市中心的中心。為什麼這麼多床啊？哇，可以睡4個人哎！我們的房型是有一張雙人床和一張可以睡2個人的上下鋪，非常適合2大2小的家庭。這個房型沒有獨立衛浴，廁所很大嗎？公共衛浴的部分很乾淨，數量也算足夠。以地理位置和價格來說，我覺得 CP 值非常的高。放完我們的行李，我們決定馬上出去走走。彩色的房屋與紅瓦屋頂，下雨天就這麼好看，大晴天的話應該會美到不想離開這裡吧。如果你以為盧布利安娜只是個安靜的小首都，那你可能就錯過了它最迷人的一面。這座城市的名字其實和愛有關，盧布利安娜裡的 Lub 就是愛的意思，所以它也被稱為被愛的城市。其中這座屠夫橋早期因為有間屠宰場在橋邊而命名，但現在已經成為了大家鎖上自己愛情的戀人橋。還有一個你可能會喜歡的冷知識，這裡是歐洲少數沒有大型連鎖商店霸佔市中心的首都之一。當你走進老城區，看到的更多是當地小店、咖啡館，甚至連車都沒有。市中心完全禁止汽車通行，所以你聽不到喇叭聲，只有腳踏車鈴聲跟居民的笑聲。如果你想找一個可以輕鬆漫步，甚至連發呆都很合理的城市，這裡就是你的首選。這個蛋糕看起來也很好吃。I also have something like an apple pie and a lot of croissant. 這個是我們剛剛買的一個算在這裡非常道地的一個甜點，裡面包的是起司，它的起司是鹹的，所以整體吃起來是一個鹹的派。但是它的皮可能是因為跟這個起司放了太久，那個軟軟的，所以吃起來不是酥脆的。我個人覺得還好。這個就真的是一個甜的派，裡面有葡萄乾跟起司，還有肉桂粉。
你知道嗎？這座城市的守護神龍，居然是從希臘神話裡偷過來的。傳說中，希臘英雄伊阿宋偷走金羊毛的路上，在這裡擊敗了沼澤神龍，結果龍沒消失，反而變成了市徽，甚至還蓋了一座龍橋。你還可以找到龍的周邊商品專賣店。龍橋的旁邊就是普雷契尼克拱廊，對面是盧布利亞納中央市場。這裡匯聚了小商店、小吃攤、畫廊和咖啡館，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中心。不過今天可能因為天氣不好的關係，所以很多攤販都沒有營業。逛着逛着，終於要來介紹遊客一定會來拍照打卡的普雷雪倫廣場。超搶眼的粉色教堂為主角，由3重橋接連到河的另一端。它原本只是一座普通的橋，建築師普列茨尼克他卻在兩側加了更多橋，讓人可以更自然的停留。他把整座城市當作作品，橋、廣場、市場、河岸，全部都是他一點一滴重新規劃的。他設計的不只是空間，而是人怎麼在城市裡生活。對啊，你看，是一隻龍耶。在尿尿，差不多是它的尿尿，真的滴得很慢。另一個小噴泉旁還有一條充滿裝置藝術的小水渠，仔細看會發現那一顆顆小圓球其實是一張張臉孔，看起來有點可愛又有點詭異，不小心還會被絆倒，所以我直接幫它取名叫拐角陷阱。冷死！現在沒有下雨了，但是還是很冷。我只有一件褲子，怎麼說？我只有一件褲子，我只有一件褲子，不然你要穿幾件？今天一直下雨，所以我的褲子有點濕，更冷。接着我們來到一間主打斯洛維尼亞傳統香腸的小吃店，它的吃法很多元，菜單都有圖片，對觀光客來說非常友善，而且價格也很親民。我點了一份香腸大麥燉湯，還會附上一顆麵包。大麥燉湯整體看起來有點像薏仁粥，味道算是中規中矩。如果你想體驗當地很日常的國民美食，可以點來試試看。黃則是點了酥皮香腸卷，裡面還有起司跟帶顆粒的芥末，吃起來香氣很夠，是一個蠻不錯的鹹點心。隔天一早，我們來這間人氣麵包店買早餐。你一進到店裡就可以看到一字排開賣相超好的麵包，開放式廚房可以直接看到他們現場製作的過程。每顆主食歐包都超級蓬鬆飽滿，加料款看起來也都很誘人，尤其是那些胖嘟嘟的可頌，真的漂亮到有點誇張。如果你早上不知道要吃什麼，來這裡基本上不會出錯。我們剛剛吃完了早餐，現在要用走路的走去上面的城堡。從前面那個地方可以坐小火車 ，cable car， 不是 cable， 它是那種很陡的，反正是那種爬坡爬很高的那種捷運。可是我們現在從後面的話，就可以用走樓梯的走上去。昨天在 Google 上面看，其實如果要進去城堡的話，是要12塊歐元的門票，所以我們應該是不會進。很多樓梯，我們已經很累，所以我們應該是不會進去，就是稍微走上去看一下上面的風景怎麼樣。在去城堡的路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整片懷舊的紅瓦屋頂，整個畫面真的很像童話小鎮。穿過一段被樹林包圍的小路之後，我們終於看到了城堡的圍牆啦。這裡就是 Central Market， 這裡這一個就是 Dragon Bridge， 這邊有一棟樓看起來很像三明治，是不是？中間還有夾蛋。這裡就是城堡的售票處，如果你有打算進去參觀，可以先在這裡把票買好。城堡蓋在一座蠻大的山丘上，周圍有不少步道和路線可以走。
這個名字呢，就是斯洛文尼亞首都的名字，叫 Ljubljana。我知道你們看到這個東西就會不知道怎麼念，因為它跟英文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差不多的念法就是 Ljub，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Ljubljana。 I think the J is pronounced like an I，E like Ljubljana。Liu， 但是我聽的是魯誒 ，Ljubljana or Ljubljana。我們誤打誤撞地走進了一道門，發現這裡是斗軌火車的閘門出入口，另一邊可以進到城堡內的公共區域。這裡有展出一些城堡的資訊跟照片，於是我們就開始參觀一些看起來不用門票的展區。We just get in. By chance, we ended up here. But I think here is for free. I think you have to pay if you wanna get inside. Inside the building, but here is probably for free. 是嗎？我们刚刚就从坐那個接駁車那邊進來了城堡裡面，我就想說我們是不是做了什麼違法的事情，因為我們沒有買票。但是進來之後呢，你就會看到有一些地方，像這個它就有寫一定要有票才可以進去，這邊也有。這個 Viewing Tower 下面也會說一定要有票，但是下面這個沒有。進來這裡有一些地方是需要票，一些地方是不用票的，至少我是這麼理解啦。因為他既然都說要有票才可以進去的地方，我就不進去了，所以我不確定他會不會有查票的人在裡面。如果你想要看整個城堡全部的話，還是要買票哦。我們誤打誤撞進到城堡內部的小插曲，在沒有被任何人驅趕的情況下圓滿結束了。我們走下來到 Central Market 這裡，今天真的有比較多攤販開門，可能是因為早上的關係，因為今天天氣也是蠻差的。在市場的旁邊，我發現了一台我在歐洲其他國家從沒見過的牛奶販賣機。這裡還有新鮮雞蛋的，可是都賣完了，沒有補貨。在離開盧布利亞納之前，我們決定來試試另一個國民小吃。Burek 是巴爾幹半島非常受歡迎的傳統鹹派，外層以薄如紙的麵皮層層堆疊，烘烤後酥脆金黃，內餡常見牛肉、起司、菠菜或馬鈴薯，常常會搭配優格一起吃，是當地人快速解決一餐的經典選擇。吃飽之後，我們依依不捨地跳上巴士，準備出發下一個國家克羅埃西亞。其實這次在盧布利亞納的時間真的有點短，沒有享受好天氣的盧布利亞納絕對是我的一大遺憾。希望未來還有機會能再來一次。好的，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訂閱我的頻道，還有追蹤我的IG。那就先這樣子嘍，拜拜。